最近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级不断，很多人认为战争等于避险资产会大涨。但是这次呢，你会发现黄金和美债都没怎么涨，甚至还有些许的回落。原油也是冲高之后就回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透透底，战争到底如何影响全球主要的资产？为什么传统的避险逻辑这次不灵了？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市场错乱？按照以往战争等冲突爆发之后呢，全球资产通常会有以下的避险顺序。常规来讲呢，一打仗，首先黄金肯定上涨，然后美元通常也会上涨，美债价格上涨，收益率通常会下降。美债的价格和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呢，大家可以回看我的那期美国国债讲清楚的视频。但是通常战争之后呢，美债短期内价格上涨之后呢，会回落。通常情况下，避险资产的瑞郎和日元也会上涨。但是这次呢不一样，我们发现一冲突之后黄金呢先是短暂的小幅上涨之后呢开始下跌，最近呢又在震荡有回升的趋势。美元在战争刚爆发之后呢，短暂的些许上调之后呢，持续的走弱，现在呢美元的指数已经在97左右了。美债短期上涨，但是很快呢又回吐了涨幅，收益率呢重新的最近又在上升的趋势。瑞士国债收益率是负的，但是资本仍然在持续的流入。日元的避险属性几乎失灵了，继续的走弱。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次不一样了。通常呢，美元和黄金是跷跷板的关系，战争一恐慌就导致金价上涨，美元就走强。后续如果美元走强的话呢，那黄金就下跌。但是当全球避险需求极度的集中的时候，就会出现黄金和美元一起涨的一个现象。全球避险资金呢会换成美元，然后再去购买黄金，又推动了金价的上涨。还有一个原因呢，美元毕竟现在是全球流动性最强的锚，战乱期间呢，资本会先流回美国，而黄金呢，作为无主权信用的资产，在地缘冲突的背景之下，仍然是会被看好的。黄金的上涨呢，更多是避险情绪和各国央行长期配置的一个推动。然后我们来看看美债的避险属性为什么这次失灵了。这次美债没有上涨，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财政赤字高企，新债发行不断，它的供给压力非常大。第二就是市场预期，美联储即使降息，也不会快速大幅度的降息，利率预期限制了美债的上涨空间，避险资金宁愿短期持有现金和美元，也不要美国的长债。所以我们可以总结呢，是它的高利率对它的避险功能形成了限制。然后我们分析一下瑞士国债和日元避险为什么失效了。瑞士国债现在收益率是负的，但是资本仍然涌入，这是因为瑞士法郎资产流动性稳定，政治安全成为了极端避险的工具。第二呢，就是全球超大资金宁可接受负的收益，也要保本避风险。那这次日元避险失败，是因为第一，日本长期呢处于一个超低利率的政策，导致日元资金的那些套利盘都流出了。第二就是日本经济增长乏力，日元的购买力长期下滑。一个国家的货币毕竟反映了市场对这个国家经济的一个预期。这次战争下的各大类资产的表现告诉我们，全球避险资金的模式正在发生变化。美元主导的地位仍然很强，但是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资产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上升的。第二，高利率的环境之下，美债的避险弹性受限了，资产价格波动在加大。第三，地缘冲突呢可能引发短期的避险，但是未必持续拉升资产的价格，反而是使波动加剧了。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普通人应该怎么办。那如果你关心自己的资产安全呢，就要记住，不要盲目的追高黄金和原油等避险资产。未来呢，黄金会继续震荡一段时间，中长期
突破3500美元每盎司，甚至再往上走，依赖呢美联储的降息启动、美国引起的关税战的升级，或者是各国央行继续加速购金等种种的催化剂。第二，普通人要保持适当的现金流和流动性，避免因为恐慌而做出极端的错误的决定。第三，你的资产配置呢，长期来讲仍然是要资产多元化为核心，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黄金呢，仍然是可以少量配置的资产，但是你心中要做到把它作为一个长期的大类资产配置，保持部分黄金的配置，不要在高点追入。那作为长期的避险资产呢，我个人建议不要超过个人可投资资产的15%。同时呢，在保持现金流和流动性这个部分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持有一定比例的现金或者是短期的国债来应对不确定性。还有就是在当下这个时点，一定要非常谨慎的对待高波动、高风险的资产。这就是今天的内容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关注，留言告诉我你认为美元和黄金还能涨多久啊？我是素，我们下期见。